支援升级，26国出兵乌克兰。俄最大规模空袭，超800个目标来袭。波兰战机紧急出动，瞄准俄罗斯。俄最大炼油厂遇袭，军事后勤损失惨重。坚持就是胜利，乌俄战争呈沙漏对决。秋季攻势来袭，俄重兵集结红军村。乌克兰修建最大规模防御工事，俄无路可走。33年以来，美国首次从俄罗斯进口鸡蛋，耗费数十亿美元。美国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向北欧进发，俄罗斯在芬兰边境修建工事。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普京之前表示，如果泽连斯基准备好的话，就来莫斯科会面。不过，就跟我们之前说的那样，这是不可能的。普京的想法从来不是与乌克兰和谈，而是拖延或避免谈判。泽连斯基也明白这件事，再次拒绝在莫斯科进行和谈。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也很明白，因为普京的不合作态度，盟国加大对乌支持力度。在此之前，10个国家愿意向乌克兰出兵，提供安全保障，现在已经增加到23个国家。在巴黎举行的自愿联盟会议上，35个国家作出承诺，同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推进欧盟第19次制裁。日本也将参与对俄制裁措施。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也参加了自愿联盟的会议，美国愿意提供空中支持。不过重点还是安全保障。按照马克龙的说法，有26个国家愿意派遣军队或提供特定资产支持维和部队。不过就跟之前说的那样，这些部队不会部署在前线，而是部署到前线后方，目前还未做出最终地点。就结果来看，自愿联盟这是动真格了，除了出兵，援助也增多了。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自愿联盟国家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夜幕弹道导弹等一大批武器，可能出现在乌克兰。英国还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拨出13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ATACMS 似乎也不再交付，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乌军发射美国导弹了。虽然乌军用无人机和国产巡航导弹弥补了这一空白，但在打击突然性等方面依然与 ATACMS 有些差距。除了美国 ATACMS 外，也很久没见乌军发射风暴阴影和斯卡普1机。原因或许有2个：欧洲库存耗尽，或者这2种巡航导弹在使用时依赖美国系统支持。特朗普如果不允许的话，乌克兰无法使用这些欧洲巡航导弹，自愿联盟援助远程导弹与弹道导弹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边，德国也有新想法，准备加大对防空远程打击能力的投资，比如金牛座，并每年为乌克兰的4个机械化旅配备约480辆装甲运兵车和步战车，以加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德国还提议每年将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升20%，在乌克兰合作生产巡航导弹，让俄罗斯未来不敢再次攻击乌克兰。不过没有对向乌克兰派兵提供任何具体承诺。从综合公开报道来看，德国更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德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军援乌克兰的中坚。欧洲盟友的态度越来越明显，手段也愈发强硬，但俄罗斯还是一副不想和谈的样子，再次公开表示拒绝欧洲维和部队入驻乌克兰。如果非要进来，那就要动手，这些维和部队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战场之上，俄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空袭，乌军再次空袭俄炼油厂。9月7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自乌俄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805架无人机、13枚各类导弹来袭，乌军拦截了其中751个目标，拦截率大约为92%。由于规模太大，拦截率不如之前的94%以上。无人机残骸与剩余未拦截的目标，对乌克兰37个地点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包括基辅、第聂伯罗、敖德萨等。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本土时，波兰战机紧急升空，矛头直指俄罗斯。9月7日，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发文称，波兰及盟军飞机正在领空执行任务，同时地面防空和雷达侦察系统已进入最高警备状态。期间有没有拦截俄罗斯无人机，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最近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空袭的强度正在不断上升，从300个目标提升至500、700，现在都已经突破800了。火力军部怀疑哪天俄罗斯就派遣1000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后方。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威胁，乌克兰能做的只有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加强防空实力，以匹配俄罗斯的攻击强度。第二件事就是反击，使用火烈鸟这种深入敌后打击的远程武器，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装配厂、零部件工厂和发射基地，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乌军正在做这2件事，并且打击目标更多。除了军工厂之外，在过去几天内，俄罗斯多家炼油厂起火。
9月5日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国防情报部门的部队袭击了梁赞炼油厂，年产能为600万吨原油的蒸馏装置被毁。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梁赞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燃料，并为俄军提供补给。在8月2日，该厂正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3个主要炼油装置中的2个停止运营，加上这次遇袭，估计全厂都要放假。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乌军还袭击了卡卢加州的 S-400 防空系统。初步报告表明，袭击损坏了俄罗斯指挥参谋车辆和控制点。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卢甘斯克市一个装有弹药和无人机的俄罗斯军事仓库也已经被炸。9月7日，乌军无人机又冲向了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炼油厂，一个技术车间着火。这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每年生产超过600万吨燃料。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乌俄双方疯狂对攻，进入消耗战。就像《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那样，乌俄战争呈沙漏对决，普京赌乌军先崩溃。不过事情不会像普京想那样发展。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乌俄战争已经成为2个沙漏之间的竞赛，一个代表着乌克兰还能撑多久，另一个则为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时间。谁的沙漏先流完，谁就输。普京一直不同意会谈，很明显就是觉得俄罗斯会赢。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普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觉，主要原因就是被手下人蒙蔽。俄罗斯军方普遍存在夸大战果的情况，低层战场指挥官将战报润色后向上提交，俄罗斯高层再润色一下，劣势变成优势，小节变成大节。虚假战报这也是俄罗斯的老传统了。如果上头派督战队检查，那么俄军前线指挥官就会派遣士兵发起死亡冲锋，拿士兵的生命弥补自己的谎言。如果冲锋成功，一切好说，正常领功行赏；如果冲锋失败，指挥官也能来一句战场瞬息万变，之前又被乌军夺走，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看到的战报全是捷报，自信心爆棚。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前线方向，俄军疯狂进攻红军村，至今仍未成功，反而是乌军收复苏梅与哈尔科夫的阵地。俄罗斯后方经济已经撑不住了。在东部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的简报会上，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赫尔曼·格里夫声称，在第2季度，俄罗斯经济进入了技术性停滞阶段，7月和8月的迹象非常明显，也在接近零增长。这点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聊的内容，俄罗斯经济正在崩溃，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为了在战场上取得进展，俄罗斯正在准备秋季攻势，在顿涅茨克重新集结部队，其中包括坦克、装甲车。这是自2022年基辅攻势失败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集群，一场蓄谋已久的秋季攻势正朝着顿涅茨克狂奔而来。俄军重兵集结，矛头直指乌堡垒带。乌克兰官员发出紧急警告，俄罗斯指挥部正在顿涅茨克西部，特别是红军村方向进行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和增援。乌克兰第聂伯罗部队集团发言人奥列克·西比尔斯基中校透露，俄军正在该地区疯狂囤积无人机和重型装甲车。很明显，俄罗斯这是在为一场重大的进攻行动做准备。在春夏攻势中，俄军没能拿下红军村和米尔诺赫拉德，现在这是卷土重来。乌克兰第7军团爆料，俄军指挥部近期已将经验丰富的海军步兵部队重新部署至红军村，这绝非小打小闹，而是俄罗斯准备再次加强对该地区的进攻，并已经开始采用小队渗透战术，想要最大程度地接近乌克兰的无人机和火炮阵地，消耗乌军兵力，扩大灰色地带，甚至是包围红军村，最终目标直指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防御的支柱，也就是由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尼夫卡组成的堡垒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王牌部队已经来了不少。一名乌克兰军人于9月5日报告，俄军指挥部最近将5到6个海军步兵旅、1个坦克团、1个步兵团和2个摩托化步枪旅重新部署到了多布罗皮迪亚方向。第18联合兵种集团军第70摩托化步枪师的人员也被调往恰西夫亚尔。俄军事博主更是透露，第76空降师第237空降团正从苏梅转移至未指明的地点。战争研究所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太平洋舰队第155海军步兵旅被调往多布罗皮迪亚地区，太平洋舰队第40海军步兵旅、里海舰队第177海军步兵团和第11独立空降旅的部队被部署到顿涅茨克州的位置区域。第70摩托化步枪师的部队也从赫尔松州调往巴赫穆特，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在康斯坦丁尼夫卡或西维尔斯克附近的攻势。除了人员调动，坦克也来了。开源情报组织揭露，俄军正在将坦克、装甲车从乌克兰南部转移到顿涅茨克前线。T90M、T72、MTLB 等正在从赫尔松向康斯坦丁尼夫卡移动。
这是自2022年基辅攻势失败以来，俄军集结最大规模的坦克集群。这些调动无一不在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一场决定性对决，企图一劳永逸地完成对顿涅茨克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乌军正试图拦截顿涅茨克西部的关键地面交通线，切断乌军的后勤补给，从而逼迫其寻求其他替代路线。不过还是那句话，既然已经发现了，那一切都好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反制和炮火支援从未停止。库皮扬斯克西北部战况也愈发激烈，尽管俄罗斯国防部试图通过发布摆拍视频来夸大其战果，宣称已控制库皮扬斯克约一半地区，但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对一栋建筑物内的俄军阵地进行了精准打击。这不仅戳穿了俄军的谎言，更表明乌军正在有效对抗俄军的渗透战术。战争研究所之前表示，克里姆林宫一直在利用信息战，试图将俄罗斯的胜利描绘成不可避免，并以此逼迫乌克兰让步。但乌克兰无人机在库皮扬斯克的每一次精确打击，都如同响亮的耳光，将这些虚假信息击碎。为了抵挡俄军的攻势，乌军建立了自乌俄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御工事。面对过去18个月中俄军在北部防线薄弱地区的疯狂推进，乌克兰军队痛定思痛，如今正将重心全面转向东部，全力打造一个由战壕、掩体以及物理屏障构成的3层防御体系，目标就是减缓或者彻底阻止俄军的任何进一步突破。华尔街日报披露，这项防御工事的建造计划很早就开始了。2024年，乌克兰政府以为防御工程耗资超过460亿格里夫纳，大约合11亿美元，占年度军费开支的近2%。官员透露，实际拨款数额远超此数，足以见得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攻势的决心。就目前来看，第一道防线由前线部队亲手构筑，承受着最直接的炮火；第二道防线由专业部队向后方挖掘，进一步巩固防御；而第3道壕沟则由地方民政机构负责，环绕关键城市，加固州界，最终阻止俄军的推进。不过就进度来看，稍微有些缓慢，一方面是持续的炮击，后勤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战术的改变。普京的目标就是完全占领顿涅茨克，面对乌军的举动，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防御工事的建设前线也是俄军攻势最猛烈的区域。过去3个月，乌军皮卡车和挖掘机成了俄军无人机的重点目标。乌克兰已经损失了大量工业设备，数十名士兵也在袭击中受伤。还有就是战术转变，传统的战壕已经过时了。之前龙压防线主要防备坦克，但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的装甲战车已经没多少了。更多的是摩托车和越野车，搭载小型机动部队进行渗透。俄军的打击方式也从炮击转变为无人机。在乌俄战争初期，战壕设计主要以保护连级单位免受炮击，但是现在的乌俄战场，小型无人机无孔不入，保护士兵免受无人机攻击才是最高优先级。战术的改变导致乌克兰的防御工事也要对其进行调整，战壕必须挖得更深，还要配备供小规模部队使用的掩体，供无人机操作员使用的指挥所，甚至还要部署反无人机网和金属网，用于缠住敌方士兵和车辆。在这种情况下，进度自然缓慢。不过等到防御工事建成的那一刻，普京占领顿涅茨克的梦也将彻底破碎。战场之外，美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将国防部改为战争部，这是要做什么？9月6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命令，将国防部正式更名为战争部。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更像是战争宣言。不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改名字也没什么，之前就用过。美国曾经就用这个更合适的名称，一路披荆斩棘，打赢了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言下之意，如今的国防部这个政治正确的名字束缚了美军手脚，不够霸气。考虑到现在全球动荡，冲突不断，旧名称反而更适合如今的美国。随着这纸命令的签署，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的工作已经迅速推进。59大楼负责人皮特·赫格塞斯已迫不及待地将其社交网络描述更改为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不管特朗普的目的是什么，更名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美国知名媒体 Politico 爆料，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将耗费天文数字，全美50个州、全球40个国家在内的70多万军事设施，其上所有印有国防部字样的标志和徽章都必须被替换。这其中包括建筑物外墙的标识、无数份官方文件、军人制服上的臂章、胸章、车辆和装备上的标识，以及所有其他带有官方徽章的物品。每一处细节都意味着庞大的物力、财力与人力投入，而且有可能出现3年半后名字再改回来的情况。除了更名，美国这边还有一个花边新闻，时隔33年，美国再次从俄罗斯进口鸡蛋。不过就火力军来看，这事绝非只是一个鸡蛋的问题。乌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俄实施制裁。不过在9月5日，
俄新社援引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披露，美国竟然在长达33年后首次从俄罗斯购买了鸡蛋。今年7月，价值45.5万美元的俄罗斯鸡蛋悄然抵达美国市场。这批货物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美俄之间在鸡蛋贸易上的破冰。美国进口鸡蛋，火力军觉得没什么。今年早些时候，一场禽流感疫情席卷美国，导致鸡蛋价格飙升，寻求新的供应来源很正常，但购买俄罗斯的鸡蛋就很不正常。当月，美国进口鸡蛋总额为1650万美元，涉及沙特、巴西、墨西哥、印度等一众国家。俄罗斯鸡蛋也杀出重围，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但唯独不见乌克兰的身影。之前乌克兰主动表示愿意出口符合检疫标准的鸡蛋，但美国拒绝了。当然，区45万美元在两国巨大的经济体量面前不值一提，但这件事的意义很重大，绝对不是一笔普通的贸易。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明确证实了这笔交易其核心意义远超数量和价格本身。现在俄罗斯宣传员已经开新风了，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45.5万美元的鸡蛋或许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俄罗斯鸡蛋成功登陆美国，下一步美国可能会恢复购买俄罗斯产品，或者恢复之前提到的能源合作。这会对乌俄战争造成什么影响？火力军将持续关注。顺带一提，就在鸡蛋贸易曝光的同时，特朗普公开指责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是在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要求欧盟立即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对印度等国家采取类似美国的制裁措施。多少有点搞不懂特朗普在想什么了。不管美国怎么想，欧洲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再与俄罗斯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北欧与东欧。普京已经下令在北约与芬兰的边境上修建新的防御工事，这是要做什么？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证实，普京已经下令在芬兰边界修建新的防御工事。按照莫斯科时报的报道，这是因为芬兰加入北约，甚至成为了北约陆军指挥中心司令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挪威也增加了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军事活动，所以俄罗斯要提高边境的防御能力，预防可能到来的威胁。这话说的，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早在4月份，俄罗斯就在扩建芬兰边境附近的军事设施，为未来与北约的冲突做准备。按照欧洲各大媒体的分析，俄罗斯会在2029年甚至是2027年进攻欧洲。事实上，如果乌俄不久后和谈，俄罗斯的确有这个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军队的规模比开战之前还要大，投入的军费也越来越多，军火公司也在不断扩大生产线，并开设新的军事工厂。为了保存一定的实力，这些武器并没有部署到乌克兰，而是留在俄罗斯本土。结合以上信息，俄罗斯在芬兰边境修建防御工事并非防御，而是为进攻做准备。不过今年早些时候，芬兰批准了一个耗资数十亿欧元的项目，修建一条穿过瑞典到挪威北极纳尔维克港的铁路线，保证部队和重型设备的移动。加上芬兰的100万大军以及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想入侵北欧，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据战区报道，美国空军备受关注的中程僚机计划经过数年审核，最终选定 YFQ-44A 烈火和 YFQ-42A Gambit 两款方案作为原型机，其中通用原子推出的 YFQ-42A 近期已成功首次试飞。美国空军表示 ，YFQ-42A 与 YFQ-44A 两款中程僚机都已在5月首飞前开始进行地面测试。其部长梅因克表示，合约授予后，中程僚机计划从概念到飞行仅用了16个月的时间，证明能够快速提供作战能力。中程僚机计划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概念到试飞的整个过程，这证明只要扫清障碍，以作战人员为核心进行协调，就能快速交付。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秋季攻势会是什么结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